军武功盖世，无计难以匹敌。上马再战！好，驾！驾！将军，我本想借探望小蝶，随时前往驿馆观察动静。如今小蝶已经回府，你要多加留心打探，知道吗？是，我就会随时留意的。驾！驾！驾！的确是匹好马，这是将军最爱的一匹。那其他的呢？将军爱马，每一匹都是他的珍宝。这些都是好马，可是比起白龙，就差多了。宝马良驹，岂可多得？不错，能遇上一匹已经难能可贵了。听将军说，你的武功很高。那是沈指挥抬举我了。将军的武功也很高，我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。是吗？听将军说，你和他打成平手。那只不过是过过拳脚，点到为止。如果用兵器呢？没有交过手，很难定论。将军用的是长兵器大刀，如果在马上，你一定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跟沈指挥恐怕没有机会用兵器较量。战护卫，我想和你较量一下兵器。我今天是去看你家小姐，我没有带兵器。我不用带，那是我的。我不想和你比。只是切磋印证武功而已。你认为我不配和你比试武功？不是不配，而是不必。你若坚持不肯，就是看不起我。我只想和你比一比，并不是要和你拼命。那好吧。好剑法，我甘拜下风。你那把长刀也不是常见的兵器，马战或步战，都可适用。那倒是。难怪将军对你的武功赞不绝口啊！能接住你那把刀的人也不多嘛。只有将军和你。我曾经和杨豹交手过，你的武功比他强多了。可是我有点奇怪，他是左卫营的指挥，而你却不过是一名偏将。这个偏将的职务，只是便于随侍将军在军中行走，对我而言，没有任何意义。
马场除了白龙之外，其他的马匹只能算是一般的军马，并没有看见所谓的宝马神驹。杨彪、杨豹和马氏的传言是否有误？其他的马可能已经被他藏起来了。有可能。可是他为什么不把白龙也藏起来？这是因为他要把白龙送给你，甚至可能想利用你来证明，他只有一匹白龙是宝马，而且是合法获得的。展护卫，公孙先生不必避讳，否则无法言上案情了。公孙先生的确多虑了，本府确信，沈让即使涉案，也不会以沈姑娘的终身大事做文章，两者应无关联。是，学生失言了。不过那毕竟是沈让的说辞，我们还是必须证实才行。究竟送白龙的那位王爷是谁？是否真是那位王爷所送，都需要查明。大人，属下去问他。不行，只要一问，就会让他有所警惕。他是否说过，白龙是当年常山赵子龙所骑的千里追风白龙驹的后代？不错，沈让的确这么说过。既然如此，学生曾经在一册专记宝马典故的书册里面读到过，白龙驹代代相传，最后落到前朝后周的皇室手中。柴王爷，哪位柴王爷？太祖皇帝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之后，后周皇帝退位称臣，太祖皇帝赐他柴家历代封王。如今的这位柴王爷已是世袭2代，部分皇室遗物准许柴家保留，这白龙马莫非也在其中？这么说来，沈让所言不虚。不，还必须证实的确是柴王爷所赠。大人与柴王爷私交甚密，只要大人修书一封，快马传递，相信很快就能得到答案。不错，大人，倘若真能证明白龙的确是柴王爷所赠呢？若是如此，就必须转而追查其他宝马的藏匿之处，或者查出其他的证据，才能确认沈让的罪行。不可能啊！包大人，那些宝马的确在马场里。然而，据本府所知，马场之中，除却一匹白龙之外，其余皆是普通军马。包大人，我们去过马场好多回啊，不会看错的。是沈指挥，一定是沈指挥把马藏起来了。那么他又会藏到何处？这属下就不知道了。不过，沈指挥这人一向爱马如狂，这些马一定还在商州境内，他绝对舍不得送走。偌大一个商州，又如何寻找？包大人，有个人他一定知道。你说说是何人？武进，沈指挥最信任他，什么事儿都交给他去办。那武进究竟是什么出身？回包大人，武进是3年前随沈指挥一起来商州的。沈指挥还在军中，为他补了个偏将的缺。其实，他只替沈指挥办事，并不管马军中的公事。所以沈让将身边的事就交代给他。不仅是身边的事，就连马贩
都是由武进负责接头的。哦，那武进又怎会与马贩有所往来？听说武进原本是个马贼，打劫用的马匹需要替补，都是由那些马贩替他找回来的。沈让身为马军指挥，怎会将一名马贼带到军中来？听说沈指挥曾奉令剿灭马贼，抓住了武进后，却没有上报问斩。从此以后，他就跟着沈指挥了。此事想必他们不会对外演讲，你又怎会知晓？回报大人，属下在马军10年，和那些马贩都已认识多年，是他们告诉属下的。你且将那些马贩的姓名、住处交代清楚，本府自会查明。是。小姐，是展公子来了吗？小姐，我们上午才回来，展公子怎么会这么快就来呢？唉，原来小姐真的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！我变成什么样子啊？望穿秋水，如梦如痴，失魂落魄，神魂颠倒啊！你胡说些什么呀？这都是些什么句子？全都凑在一起了。我是在说小姐现在的情形呀。我不跟你胡说了。你刚才叫我干什么？哦，我是说还是回来住方便，还有人帮忙。在驿馆住的时候呀，真能把我给忙死。这段日子真的像做梦一样，时间虽然不长，却有这么大的变化。但是就算是做梦，也是好梦，美梦。真怕梦会醒过来，一切都又变了样。不会的，小姐，老天爷才不会对你这么残忍呢。但愿如此吧。有话就说。将军那一天和展昭比试，你想知道胜负如何？是。展昭的武功的确不差，虽然我们只是拳脚相搏，点到为止，可是彼此应该不相上下。如果用上将军的大刀呢？那就不同了，我用的是大刀，刀走霸气，适合马上交锋。他用的是剑，剑走轻灵，适合近身搏击。怎么，你想和他比试一下？是。不知道武进这把刀，你的长刀兼具马上近身之长，却同具其短，在马上不够霸气，近身不够轻灵，你应该不是他的对手。大人，武进既然参与沈让诸多事务，何不由他身上着手？或许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证据。不，
他有一名马贼，专为追随沈让，二人之间必有外人所不知的关系。只怕非但追查不出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还是等收到柴王爷的回函再说吧。大人，张龙赵虎传递大人信函，大约何时可以回返？柴王爷府邸在青州，距此地大约200多里地。这一去一回，明日此时应该可以回来。有关宝马民居之事，如今犹待查证。在此之前，可以将马军账册调出查看，借此可以查出，在汰换军马之时，沈让是否从中谋取不法利益。大人若去查马军账册，岂不是让人有了防备？公孙先生素有过目不忘之能，倘若只在当场查阅而不带回驿馆，想必不致起人疑窦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叫李全通知沈让，明日前往州衙与本府见面。是。大人，属下要做些什么？你还是去看看沈姑娘吧。大人，属下每日调查沈让的案子，却还要去面对小蝶，的确有些困难。是否能让属下暂且避开一阵子？本府明白你心中的爱难之处，然而若不如此，恐怕会让沈让心生疑虑。那展护卫又将如何投入办案之列？此举虽然残酷，却必须勉为其难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展护卫，沈指挥，包大人已令李全李大人通知我前往州衙，你又何必再跑一趟？我是来看小蝶的。待会儿我想去马场看看白龙，还请武进帮忙带路。那是当然。武进在，你留在府中待命。是。可知包大人传我去州衙，为了何事？想必还是为了杨彪、杨豹克扣军饷的事情。说来惭愧，律下不严，却让包大人费心。沈指挥虽有疏忽之错，但毕竟犯错的是杨彪和杨豹，相信包大人只会对沈指挥略施薄惩而已。那么，孙强的命案又查得如何？依包大人推测，应是杨彪、杨豹所指使。只是案情的内容，请恕在下不能多谈。那当然，是我多此一问了。来人，带展护卫去见小姐。是。啊，请。将军，包大人真的相信孙强命案是杨彪、杨豹所为，而没有怀疑吗？难说，不过也不必担心，他查不到证据。这2天包大人几次前往州衙，提问杨彪、杨豹，如今再传将军前去问话，武进担心。放心吧，我自会应对。
展公子，请用茶。谢谢。小姐，我去加点热水。你和展公子也可以说说贴心话。这丫头，去吧。你还好吗？我昨天才回来的。你说能坏到哪儿去？我是在担心你。我没事的。你不是帮着包大人办案吗？怎么现在有空过来呢？包大人去了州衙。包大人也去了州衙。那哥哥是去州衙见他了。包大人找哥哥去干什么？包大人是开封府尹，商州归他管辖，找你哥哥只不过是例行公事，这很正常。吓了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包大人查的案子和哥哥有关呢，害得我担心了半天。好了，我得走了。刚来就要走啊？我答应过你哥哥，抽空去看看白龙。吴静还在等我呢。你应该多去看看白龙，他很有灵性的。你也常去马场？我不常去，我只敢骑在白龙背上。他好像认识我一样，每一次步子走得特别稳。好了，让吴静等太久不好。你虽然会武功，不过骑马要小心呢。小蝶，你放心，我的骑术不比你哥哥差。哎，小姐，展公子怎么走了呀？他去看白龙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新姑爷呀去检查嫁妆去了。这臭丫头！末将参见包大人。沈指挥免礼。谢包大人。沈指挥可知，本府传你前来所为何事？末将不知。杨彪、杨豹涉及孙强命案之事尚未结案，如今其所提出的军饷账册，经本府查明，竟是假造。竟有此事？末将失察，请包大人降罪。待全案终结之后，本府自会将你督下不严之罪一并裁处。是，末将静候惩处。本府执掌开封，商州隶属开封管辖，本府职责所在，不能不追根究底。那杨彪、杨豹竟能假造饷册，其他各营又怎能不查？是，末将立刻将各营饷册送往驿馆，请包大人查阅。不仅是饷册，举凡兵籍名册、往来文书，一概要查，也免得还有其他弊病。可是数量繁多，送往驿馆恐有不便，请包大人明鉴。不必送来，公孙先生自会带本府前往各营查看。是，末将全力配合。马军何处军营据此追击？回包大人，是左卫营。左卫营已有严重失误，不是要查，而是要办。待杨豹结案之时，一并处理。是。
其次便是马军军部。哦，沈指挥亲自掌理的马军军部，还需要查吗？末将自问并无疏失，坦然受检。好，就从你马军军部查起。大人，学生已将商州马军历年来购军马的账目誊录在册，请大人过目。举凡买马的日期、数量、金额，都一一记载于册。若是和马贩的账册相比，便能查知沈让是否见马贵买，以少报多。如今马价如何？一般军马市值30贯，较差的马匹20余贯就可买到。若是骏马良驹，卖价可到上百贯，其间的价差颇大。在马军账册上所列的买价又如何？回大人，沈让3年来汰换上千马匹，学生特别留意，发现卖价几乎都在80、90贯上下。哦，换言之，他若果真以贱报贵，每匹马当有60、70贯价差。是，总数应该是在6、7万贯。当下米价每担约1贯左右，价差足够买米6、7万担。猎马或是良驹，个人认知不同，无法据此判定是否当真以贱报贵。恐怕只有根据杨彪所提供的马贩名单进行追查核对。是。对马贩，大人可要立即进行查核呢。且等柴王爷的回函到了再说。若是能够查明沈让果真拥有非法获得的宝马神驹，便足可将他定罪。还是以此为先吧。大人，有关武进的背景，学生已经进行清查，晚间当可有所回报。武进能被沈让收用在册，绝不单纯。若能深入了解，的确有利于查案。倘若果真坐实沈让涉案，本府担心对展护卫总是个打击。只是柴王爷回函，他的确在6年前曾将白龙赠予沈让。大人，如今证明白龙是柴王爷所赠，那沈让拥有宝马神驹之说，是否可以不攻自破？不，本府曾经说过，即使白龙是合法得来，并不能证实沈让没有其他宝马。只是如今必须另起炉灶，追查是否真有其他宝马，若有，又藏匿于何处。
那必须从武进身上查起。不错，公孙先生可曾查出武进的身家背景？回大人，吴京原本的确是个赫赫有名的马贼。从京城传来的消息，正是杨氏兄弟说的，都没有错。你且详细说来。沈让驻守边关之时，曾经逮捕过一帮马贼，包括武进在内。可是依据刑部的案卷记载，当时与他同伙的马贼均已依法斩首，却独漏武进。此后可有他的消息？没有，此人从此凭空消失。如此说来，沈让当年的确救过他一命。这便是他追随沈让，而且对他唯命是从的原因。可能傅立当真是被他所杀。战呼为说，今日在马场跟武进比试过。他非要跟我比试，而且他的武功也不差。当初傅立是一剑必应，那武进，他用的是刀。你和展昭动手了吗？武进是替将军试他的剑，结果呢？我败了。以他的武功来说，你败得不冤。如果有一天将军要和他交手的话，不会有这一天的。你忘了，他是我未来的妹婿。是。不过还是要提醒将军，他的剑法太快，将军只能和他马战。哦，你是说在马下我不是他的对手？武进只是实话实说。南侠展昭当然不是浪得虚名，可我却不相信，我的那把大刀真不如他。将军，你放心，我相信我和他不会兵刃相见。如果真有这么一天，我会记住你的话。多谢将军。你替我试剑，应该是我谢你吧？将军对武进恩同再造，武进为将军做任何事情都无怨无悔。无论是不是武进杀了傅立，依他马贼旧案，都该将他逮捕，然后再设法追查他与沈让涉案的情形。大人，这样岂不是让沈让有了警觉？无妨，我们就说是请武进前来协助办案。沈让明知本府并无证据，又怎会自露马脚呢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让张龙赵虎走一趟吧。大人，还是我去吧。何必因此和沈让起冲突呢？张护卫还是不要出面的好。反正我要去看小蝶。况且让属下前去，他们反而觉得事态没那么严重，更不会起疑。不碍事，只是待武进前来问话，谁去都一样。包大人要传武进去问话？正是。武进虽是马军偏将，但他只是协助我办事，并没有具体的执掌。包大人怎会传他去问话？沈指挥虽是杨彪、杨豹直属长官，可是对他二人私下的情形，可
可能还没有军阶较低的武进知道的多，所以包大人才传他问话，协助调查。那好吧，我会通知武进。你现在可以去看看小蝶，我叫武进，等一下和你一起去见包大人。你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？长公子呀，一定是急着来看小姐，所以整夜都没睡。这丫头，还不快去准备茶水？是。今天又找到什么理由不去办案？我今天就是来办案的。办案怎么办到我家里来了？包大人要传武进问话。武进？你办的案子和武进有关？如果牵扯到武进，就一定和哥哥有关，是不是？你说啊。小蝶，你先别急。包大人办的这件案子，需要武进去协助调查。你哥哥也知道这件事情，他还帮我去通知武进呢。把我给吓死了，我还以为……别胡思乱想了啊！包大人传属下去。展昭会带你去驿馆。这段时间，包大人没有对我们采取任何行动。这次传属下前去问话，一定有什么原因。也许他只是想试探我们的反应，或者真想从你口中问出和杨彪、杨豹有关的事情。难道是他们招供了什么，让包大人决定开始行动？放心，不管他们供出什么，都没有证据。将军希望我如何应对？如果问到了任何与命案有关的事情，你只要矢口否认就行了。包大人办案一向讲求证据，没有证据的话，他不会把你怎么样。如果你实在放心不下，就马上离开商州，不去见他。那将军如何向包大人交代？我就说你不辞而别，下落不明啊。如果那样的话，包大人就会相信杨彪、杨豹的说法，而盯上将军。真要如此，也只好随他。但是他还是没有证据。我还是去，不管包大人问什么，我都不会承认。这就对了，这才显得我们并不心虚。就算他有任何怀疑，